北约只是日本谋求军事正常化的幌子。事实上，日本还碰瓷乌克兰危机。由于日俄之间存在南千岛群岛领土争端，因此有日本舆论此前认为日本政府不应过多在俄乌冲突中选边站队。但岸田政府成为制裁俄罗斯的急先锋。不仅如此，日本还向乌克兰提供军备产品。周二，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为支持乌克兰抵御化学武器，日本自卫队将向乌克兰提供防护面具和防护服。此外，还将向乌克兰提供一批自卫队使用的无人机。岸信夫在记者会上辩解说，新的援助装备中只有防护面具和防护服属于防御型装备。至于无人机，日本防卫省一位官员表示，虽然这批配备摄像头的无人机只在用于监视并属于日本自卫队，但它们不被视为防务设备，因为它们是商业化的现成产品。上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为避免卷入国际争端，提出武器出口3原则，其中之一就是不向发生国际争端的当事国或者可能要发生国际争端的当事国提供武器。2014年，日本政府将武器出口3原则改名为防务装备转让3原则，放松了武器出口管制。日本防卫省这次就解释说，他们已经和乌克兰政府达成约定，乌克兰只要在抵御侵略时，哪怕使用日本提供的装备进行攻击，也不会违反防务装备转让3原则。当被问及无人机是否会被用作杀伤性武器时，日本防卫省则表示，乌克兰政府会妥善使用，以免违反规定。日本政府2014年4月通过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代替原有的武器出口3原则，大幅放宽对外输出军事装备和技术的限制。然而，按照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的规定，向国际纷争当事方转移防卫装备仍被禁止。3月8号，日本政府修改自卫队防卫装备转让3原则，允许日本向乌克兰出口非杀伤性武器装备。此后，日本已经向乌克兰提供大量包括头盔和防弹背心在内的自卫队物资。俄乌冲突来说，对日本而言，可能不会造成什么直接上的安全上的冲击。但是呢，作为日本这个军事安全政策它的调整来说，却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或者说是一个由头。因为日本可以借此进一步的去渲染自己，在这个周边安全环境上的这样一个受到了所谓的显著的威胁，包括说国际安全形势的这样一些变化，去督促日本做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安全贡献，和所谓的美国为首的民主盟国一起。所以这实际上对日本来说，既有现实的安全上的这样的一种考虑，但更主要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有借题发挥的余地。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还企图在涉核武器问题上迈开一大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3月曾发出指示，要求各政党对于在日本领土内部署并共同运用美国核武器的核共享政策展开讨论。外界认为，岸田此举意图借俄乌乱局为核武器松绑。俄罗斯驻日本大使米哈伊尔·加卢金就警告称，日本是唯一遭受过核轰炸的国家，应该为消除核武器而战。参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成员国内部实行的核共享，会让日本更接近核武器。